重生归来的我再次高升为省城投资招商局局长，没成想走马上任第一天就看到了内部人员受贿的场景。江阳这边走马上任，小王司机开着车送他到投资招商局，还没等他走到局长办公室，就看见门口有俩人在那里等着。同志，你是来找江局长的吧？我是来找江局长的。你呢？你也是来找江局长的？那是呀，我们食品厂现在需要扩大规模，可是没资金啊。厂里虽然东西还卖得勉勉强强，但是积压的货物太多，东西卖不出去，回笼资金没有。厂里现在职工连发的工资都快开不起了。你们连工资都开不起，咋还来要资金扩大生产规模？那生产的越多，那岂不是亏的越多？你不知道啊，咱们省里现在发布了新文件，要是扩大规模建新厂的话，有补助，有税收方面的优惠，加起来的话，能给我们省不少钱。这不就是为了优惠吗？你们厂呢？你们不也是来要投资的？我们是服装厂，服装厂倒不是扩大规模，主要是想让咱们局长帮着咱们出主意，能不能让我们服装厂也拉点投资？不是听说有那么多华侨投资工厂吗？有没有啥外贸订单啥的，给咱们也弄点儿，这服装厂也快开不了锅。俩人一回头看到站在他们跟前的江阳，哎呦，小伙子，你是哪个厂的？你是不是也是来找江局长的？听说还没来呢，现在还没到8点，再等会儿。江阳笑眯眯的，还没等他开口，走过来一个人。今天局长来上班，你们堵在门口干啥呀？有啥事儿不能过2天再来？赵秘书，你看我们这1个月天天跑，局长好不容易上班儿，你说我们不来堵局长，这啥时候才能办完啊？两人讨好的摸出一条烟塞到了赵秘书手里。赵秘书行个方便，我们就在这儿等一会儿，你别撵我们。下次别这样了，我们规定是不能乱收别人东西的，这样可不好。哪里有送东西啊？咱们这不是给赵秘书点根烟？行吧，你俩会做事儿，一会儿等局长来了，我肯定会说你俩的好话，让你俩先进去见局长。赵秘书，这位江局长居然还有这种爱好，不是说这是新来的局长吗？您收这些东西不怕局长发现啊？你这是啥意思啊？新来的江局长可看不上这点东西，我们那新来的局长年轻有为，而且娶的是省里高干家的媳妇儿，你自己想一想，这样的人能看上你这仨瓜俩枣？要找我们局长办事儿，还是趁早自己掂量掂量，多准备一点儿。这烟也就是我上下打听一下，给你们说个好听话，你还真以为我们局长能看上你这点东西啊？而且你也不能说是我说的呀，这烟又不是我自己抽了，不是帮着你们给上上下下工作人员都散一散，你们可不能胡说八道污蔑我，我可从来没有问你们收过这些东西。那是，人家江局长肯定看不上这点东西。小同志，你还是学着点儿，向这几位老大哥请教请教，多学点经验，这里面门道多得很，你不学会就你这样横冲直撞的要吃大亏的。赵秘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我真的得应该学一学。赵秘书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，让我先进办公室打个电话？你以为这是谁办公室啊？这是局长办公室，我们局长马上就要上班，怎么让你打电话？万一被局长整好撞见了，那还了得？那我还能当省秘书吗？赵秘书，求求你了，让我就打个电话，我真的是着急让他们给我送条烟来，要不然的话，这不是今天白跑一趟，求求你了。赵秘书，你看现在才7点45分，局长至少要8点整才能到，我打一个电话，最多2分钟。行，就给你2分钟，你可记住了，1秒都不能多。打吧，赶紧的2分钟啊！你好，找一下人事处的处长。我就是人事处的处长，你是哪位？我姓江，现在在3楼局长办公室，你来一趟。同志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怎么能对外说你在局长办公室？你这不是诚心给我找麻烦吗？你怎么能坐在我们局长椅子上？你给我起来！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去！我告诉你，你就是现在给我送来烟我也不收。像你这种不懂规矩的人，不知道该怎么做事的人，回去好好反省反省你们的事情，不配到我们投资招商局来。谁给你的权利对待底下所有来办事的人用这样的态度？谁给你的胆量一张嘴就从别人这里收取好处？你应该知道你收的这些香烟是什么样的性质，你难道就不怕这件事被你们局长知道吗？我怕我们局长知道。你能见到我们局长吗？他怎么知道？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你能告我的黑状，你有证据吗？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不走，我立刻打电话给保卫科，把你直接关起来。小子，你还真以为你能跟我较劲？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货色，连推带搡，把江阳从办公室里直接给推到了走廊。就在这时，人事处的处长急匆匆地跑了过来。小赵，赵秘书，这是怎么了？你进去通知一下，局长来了。什么局长？局长没来呀？不可能啊！刚才局长刚给我打的电话，让我来局长办公室一趟。姓江来局长办公室，那不是江局长能是谁啊？你自己看看，办公室没人，刚才就是。赵秘书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得病了吗？怎么抖成这样，脸白的像湿纸一样，冷汗都下来了。我送你去医院吧。不对呀，刚才明明是局长叫我来的，你先告诉我局长去哪儿了？您是江局长？我就是江阳，是你们新来的投资招商局局长。进来吧。韩处长急忙跟上，
顾不得赵秘书。韩处长20分钟之后走出了办公室。韩处长，局长咋说？你说局长咋说？你现在停职接受调查，确保魏科老老实实把你这些年所做的事情、所说的东西都一一列出来，等待处理。局长让我带话给你：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要是还心存侥幸，你应该知道后果是什么。局长说了，如果能够举报局里其他人所犯的错误，恕不准还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